那甚至这个也会给消防单位救灾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跟危险。他们其实是在进去救了一圈之后，烟散掉了，才知道哦，原来我刚才经过的路线旁边有2个大洞好可怕哦！这要是跌倒啊，什么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好，那么我想呢，上个礼拜四，这个在台中大肚发生一场非常严重的火警，所以呢，我想今天的主题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火警相关的事情啦。不过呢，我想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先开门见山的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今天这一集里面，我们不会针对台中全联仓储这一场火警的单一事件做任何详细的解释分析，是因为这个火警才发生没有多久，那我们现在知道的资讯非常的有限。那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去跟大家讲任何的事情，讲任何的建议，其实都是不对的。之前我们也有跟大家讲过，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案件的时候，我们比较希望大家去了解的是题型，而不是题目。其实你要学的是这种类型的问题，我应该怎么解决它。我们反而会是把这场火警它独特的地方拿出来跟大家讲，哦，将来你遇到这种类型的状况，那你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呢，这场火警它独特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了？这场火警它是一个新建中的仓储，就是还没盖好，还没开始用。没错，那有一些可能是我这个场所，我已经开始在使用了，但是呢，我因为要做一些施工，部分的地方停业，或者甚至我可能还是继续对外营业哦，但是我某个地方正在施工。好，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这种题型，就是这种像施工中、新建中的场所，它会遇到的麻烦跟特殊点在哪？首先第一个事情，它现场的杂物堆积一定非常多，就很多易燃物。没错，它很多的可燃物，像一些包材嘛，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烧的可燃物，它现场的可燃物异于平常。那第二个它的特别的问题是呢，因为它是在新建当中，所以它很多我们应该预期要有的消防设备，保护我们的防火区划，可能都还没就定位，我们根本没办法依赖这些事前的设备。当然新闻照出来的片段是火灾发生多久了，我也不太确定啊，只是呢它的烟感觉扩散的非常的快，对，扩散非常快。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场正在施工当中，所以它很多防火区划可能是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常常跟大家说，你的事前准备它可以降低风险，但问题是新建当中、施工当中的这个部分就是几乎一定会失效。我们很难用以前教大家的我就是利用这个警报及早得知或者是用防火区划阻隔烟热，好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活下来。像之前有跟大家很常聊到的钱柜 KTV 火灾，当时他们其实也是在施工当中，把地板打了2个大洞，它的5楼起火点发生火灾之后，烟热很快的扩散到其他楼层，那甚至这个也会给消防单位救灾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跟危险。他们其实是在进去救了一圈之后，烟散掉了，才知道哦，原来我刚才经过的路线旁边有2个大洞好可怕哦！这要是跌倒啊，什么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我说了，像这种施工中，它假设去动到我的防火区划，对于火警本来就是个会加速扩大的因素，对于消防队救灾来讲，它也是另外一层风险。第三件事情，施工中以及新建中的场所，它里面呢就是会有很多的承包商，不同的工班，这些人并没有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当他今天发生火灾时，其实现场的人一定是一团乱，很多的应变状况真的会毫无团队合作可言。我连别人的工班有多少人我都不知道，那我今天疏散出去，我到底应该要疏散几个人出来？不知道光清点人数就有问题。没错，没有人能回答这一点。这种施工中、新建中的场所，第一个它的可燃物本来就比较多，那第二个事情，它的现场常常是消防设备以及防火区划都还是不完备的情形。第三个，现场这些出入的人员，其实他们一定是没有办法整合在一起，所以等于说这种状况下难度是加倍的。有些场所它可能今天施工，他觉得我只是小部分局部的地方施工，所以我其他地方还在营业，那这个可能就是明
用在现场有机会遇到这种不利条件的情况了。回过头来，我认为注意事项，我觉得还是能给各位几个方向。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人员的管理，因为施工中大部分比较常见的起火原因，要么是烟蒂，要么是切割或是焊接造成的火花、火星。所以首先呢，吸烟区必须要有一个严格、很妥善的管理，甚至准备有注水的烟灰缸。那另外呢，像焊接以及切割，我如果要做这种会产生火星的施工动作，绝对不要在可燃物附近。当然，施工中附近可燃物一定会堆得很多。真的，如果没有办法净空环境的话，那请准备防火毯去把这些可燃物给盖住。地面上假设有洞，可能会让火星掉落到其他楼层的，也尽可能的先使用防火毯去把它弥补住。那最后还有一个事情，像刚才讲到的烟蒂也好，或者是火星也好，这个都是我们称作为微小火源。那这些微小火源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掉在可燃物上面，有可能不会马上起火，它可能会在这些可燃物堆当中呢，就是慢慢的蓄热，然后呢，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引发火灾，不是你今天切割完或焊接完之后就马上会发生的。常常是我今天工作完了离开之后嘛，过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之后，那个地方才蓄热到足够起火，所以它反而烧在你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我今天做了这些会产生火花的工作之后啊，要派人在附近做看守或者是巡逻，至少1个小时。那第二件事情，现场的消防设备啊，很可能是失效的。我们必须要用一些移动式的设备去弥补系统式设备的缺失。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因为施工，必须把我的警报系统给暂时遮蔽。那我被遮蔽的部分，那我是不是能够使用助警器暂时取代？或者是我的洒水设备要先做暂时的遮蔽？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增设几支灭火器？最后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管理，那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移动式的设备，其实回归到一件事情，还是我们也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的个人能力以及个人的防灾意识。你的规定不是说我规定好之后它就一定能够有效，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吸烟区啊，那你能保证所有人都一定会跑到吸烟区来吸烟吗？一定不可能，不见得嘛，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意识的提升。那再来能力上的提升，像我们刚刚讲了，我多准备几支灭火器。你灭火器你会不会用？你用灭火器的时候是真的能够抑制火势，能够顺利灭火，还是你可能会把火势弄得更大，去把火推到其他还没被烧到的东西上面？回归到后面一点，我们刚才除了建议大家管理可以做哪些规划，设备可以做哪些准备，但还是回归到人的自我能力跟人的防灾意识提升这件事情上。我们现阶段的情况是因为大家常常在只检讨硬体设备，不要忘了我们人的观念、态度以及我们的训练到底有没有到位。希望大家能够借此提升自己的防灾意识，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你才有办法说，我今天做好管理或者是摆放合适的设备的情况之下，能让这些制度发挥到它最大的功效。所以我想呢，今天关于这个施工中或是新建中的火灾状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你对于这一次的仓储火灾有什么感想呢？欢迎底下留言。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曾经帮一个施工中的单位去看过他们的消防训练，我就看到工地门口贴了一张告示，进入工地一定要戴安全帽。好，那看到大部分在里面走动的工人，他们都戴着安全帽，戴得好好的。结果等到他们要开始做灭火训练的时候呢，那我就发现到呢，旁边好像有几个就是在现场看他们演习的，感觉上就是比较高阶的主管。那一些高阶主管呢，通通没有一个人戴着安全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是防灾意识的问题啦。你今天规定都已经贴在大门口了，那不应该有人例外。底下的基层人员都戴着安全帽，戴得好好的，可是有人例外。好，那我也不要说这个就是长官一定会这么做，不见得，大部分都是啊，大部分都是这样。你在监督别人的人，你自己反而没有做到。